你是否也曾在凌晨3点惊醒，怎么也睡不着？四周漆黑寂静，只有时钟滴答作响。你满脑子疑问，为什么又是3点？特别是家里的长辈，是不是经常凌晨2、3点就醒来？你以为这只是普通失眠，其实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求救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让人困惑又好奇的话题：为什么年长者总会在凌晨3点醒来？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首先，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几万年前，想象一下，在远古的夜晚，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沉睡，半夜3更，一只猛兽在黑暗中游荡。突然，部落里一位上了年纪的长者睁开了眼睛，他听到了沙沙的异响。由于年纪大，睡眠浅，他比年轻人更容易在夜里醒来。正是他的突然清醒唤醒了族人，大家赶跑了猛兽，保全了性命。这样的场景也许并非天方夜谭。一些科学家提出守夜祖父母假说，认为老年人浅睡易醒可能是人类进化出的本能，族群中总有人在夜里当守夜人，保护大家不受夜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祖先的身体也许就设定了老年人在凌晨更警觉，以防范危险。这听起来很酷吧？所以从进化角度看，半夜醒来有时候并不全是坏事，可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夜间巡逻模式。然而现代社会可没有失需要防备，老人家半夜3点醒来，多半不是为了当保安，而是真正睡不着了。如果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惊醒，那我们就要从身体内部找原因啦。究竟是什么让老人们在鸡鸣前就精神抖擞地醒过来呢？接下来我们从生理节律、医学因素、中医观点、心理因素等多个角度，逐一揭开凌晨3点惊醒之谜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身体的生理节律，也就是俗称的生物钟，会发生变化。年轻人可能晚上熬到半夜不困，清晨恨不得多睡会儿，而老年人往往晚上困得早，凌晨却醒得早。这并不是因为老人不需要睡觉了，而是生在作怪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大约从中年开始，人的睡眠时间轴就开始往前移，每往上10岁，睡觉时间可能提前几十分钟。一位60、70岁的长者，晚上8、9点就哈欠连天，上床睡觉，到了凌晨3、4点睡了6、7个小时，身体觉得差不多该起床了，自然就醒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睡眠相位提前，年纪大了，成了清晨的抱小雄鸡。不仅如此，老年人的睡眠结构也和年轻时大不相同。年轻人睡觉时，往往先进入长时间的深度睡眠，睡得像木头一样沉。凌晨时分虽然也会有浅睡阶段，但整晚睡眠较为绵长。而老年人呢，深度睡眠的比例大大减少，浅睡眠增多，睡眠变得轻飘飘，一点风吹草动，身体稍有不适，就容易从睡梦中醒来，甚至不需要外界干扰。睡眠周期本身的转换也可能把老人唤醒。我们的睡眠由多个90分钟左右的周期组成，包含浅睡、深睡和快速眼动、做梦阶段。老年人的每个阶段持续时间改变，深睡更短，凌晨时往往正处在浅眠或做梦阶段，对刺激特别敏感。这时身体稍有风吹草动，比如翻身时关节疼一下，或者突然做了个怪梦，都可能眼睛一睁，人就清醒了。举个例子，一位老人晚上10点睡下，前半夜也许睡得不错，可到了凌晨2到3点，他的大脑悄悄进入了一段比较浅的睡眠。这时如果听到窗外汽车开过的声音，甚至屋子里温度变化，床上的被子掉了，都可能惊醒他。而年轻人可能同样的声音压根吵不醒，因为年轻人大脑这会儿还沉浸在较深的睡眠中呢。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分段睡眠。历史上其实人类并非总是一觉睡到天亮，很多古代记录显示，人们常常在半夜醒来1、2个小时，然后再继续睡下半场。有人会利用这段时间祷告、思考或者起夜方便，再2次入睡，这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睡眠模式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我们习惯了整夜不醒的睡眠，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身体也许隐隐又回到了分段睡的传统，半夜醒来一阵，再睡第2觉。不过可惜很多老人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，这就变成困扰而非正常现象了。总的来说，年龄让人的睡眠韧性下降了。正如一位睡眠医学专家所言，
随着年龄增长，睡眠需要并没有大幅减少，但连续不间断睡觉的能力下降了。就是说，老年人还是需要差不多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，但很难像年轻时那样一觉睡到底，中途醒来变得频繁。其中一个主要幕后黑手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生物钟。生物钟管理着我们何时困倦，何时清醒。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物钟差别很大，老年人的内部时钟滴答走得更快更早，晚上他们的身体温度、激素分泌等节律提前降低，让他们早早有了睡意。而到凌晨2、3点，身体又开始提前准备起床，体温逐渐升高，促醒的激素分泌上升，所以人容易在这个时段醒来。而且人过了60岁左右，生物钟的不仅提前，还可能变得弱一些，对昼夜变化的信号，比如光线，反应迟钝，导致睡眠节奏紊乱。这也是不少老年人清晨3、4点醒来后，哪怕天还没亮，还很困，却就是睡不着，因为他们的生物钟已经摇铃铛，该醒啦。接下来从现代医学角度，看看体内激素和身体机能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睡眠。首先要借夜晚睡眠的催眠大师——褪黑素。褪黑素是一种由大脑松果体分泌的激素，在傍晚逐渐升高，让人产生困意，被称为睡眠激素。年轻人夜间褪黑素分泌旺盛，浓度高峰可以维持较长时间，保证整晚香甜的睡眠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松果体会偷懒，褪黑素分泌量大不如前。很多研究发现，老年人的夜间褪黑素水平比年轻人低得多，来得也更晚、更短暂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老人家晚上不容易犯困，就算睡着了，维持深睡的内在药水也不足，很可能半夜褪黑素水平下降过快，身体就失去了催眠作用。这就像夜班的保安提早下班了，结果午夜刚过，大脑就没人站岗，自己醒了。除了褪黑素，还有皮质醇这种我们体内的警报激素。皮质醇在清晨时分自然升高，是人体快醒来时的正常生理现象。想象一下，天快亮时，身体开始启动晨间模式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分泌增加，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，为我们醒来活动做准备。这对年轻人而言，通常发生在早上5、6点，接近起床时间，但对老年人来说，皮质醇高潮可能提前来到凌晨3、4点，结果本来应该还在熟睡，他们的身体却已经偷偷踩了一脚油门。尤其是如果老人最近压力大，思虑重重，皮质醇水平本来就偏高，更容易在半夜激增，把人顶醒。很多老人描述说，凌晨醒来后感觉心跳快，脑子清醒，这就是身体的应激激素在发挥作用。换言之，荷尔蒙时间表提前，老人家身体误把凌晨3点当成了该起床的清晨。不仅如此，血糖水平的波动有时也扮演角色。对于一些老年人，特别是糖尿病患者，凌晨3点可能是血糖的一个低谷。晚饭到第二天早饭，中间长达10多个小时不进食。如果白天血糖控制不佳，或者晚上吃得早，某些人半夜可能出现低血糖。血糖一低，大脑可不答应，会立刻触发紧急机制，分泌肾上腺素，让肝脏释放储备糖分。这肾上腺素一上来，人往往会冒冷汗、心慌，然后你猜对了，被活生生给弄醒。有些老人凌晨醒来，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，还饿得慌，就是夜间低血糖的信号。相反的，还有夜间高血糖的问题，比如有些老年人糖尿病控制不好，血糖高导致夜尿多，一晚上得起床好几趟上厕所，其中一次可能正是凌晨3点。这来回折腾，想睡踏实都难。所以血糖失衡也是身体在报警，不是太低就是太高，反正把你闹醒就是了。再说说心血管系统，对许多心脏不好或血压高的老人来说，凌晨时分其实是个危险时段。为什么？前面提到清晨身体会释放压力激素，导致血压升高，心跳加快。医学统计显示，心梗、中风等心血管事件清晨发生率更高，而大约凌晨3到4点开始，这些生理变化就已经在酝酿。对于心脑血管脆弱的长者，凌晨可能出现胸闷、心绞痛发作，或者血压波动引发不适，把人痛醒或憋醒。如果一位老人总是凌晨突然心口痛、
气短流汗，那真是身体在大声求救，提示可能有心脏方面的大问题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还有一种情况叫阵发性夜间呼吸困难，多见于心衰患者，往往半夜熟睡时因为肺部淤血喘不过气而惊醒，时间上看，睡下几小时后发作，常常也落在后半夜、凌晨左右。总之，心脏和血压的凌晨动态也是导致老人睡不住觉的幕后黑手之一。说到呼吸，再提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也就是打鼾憋气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或多或少打呼噜，有的还在睡梦中出现短暂的呼吸暂停。每当暂停发生，大脑就会缺氧，并微微觉醒一下，哪怕人没完全醒透，睡眠质量也已被打断。如果呼吸暂停频繁，整晚睡眠就被切成一段段浅眠，于是老人可能在某次暂停后的浅眠阶段睁眼一看，正好3点。虽然睡眠呼吸暂停让人每晚醒很多次，并不一定固定在3点，但它确实可能导致凌晨时分睡不踏，辗转难眠。所以，如果家中长者睡觉打鼾如雷，却老喊失眠，最好怀疑一下是不是呼吸暂停在作祟。除了上述内部因素，一些外部因素对老年人的影响也更大，比如夜间排尿问题，老人普遍夜尿增多，男性可能有前列腺增生，女性可能膀胱功能下降，一晚起1-2次厕所在老年人中很常见，而有些人每晚固定3点尿急，把自己憋醒，也是身体的定时闹钟了。再有，老年人对环境变化更敏感，一点点光亮、轻微的声音、卧室温化都可能在浅睡的凌晨把他们唤醒。比如半夜室内太冷或太热，老人调节能力弱，很容易醒来加被子或蹬被子，又或者口渴了、嗓子干了，也会醒来喝水润喉。这些看似小事，对年轻人可能不足以扰醒，但老人的睡眠就像纸一样薄，一碰就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老年人由于退休在家，白天活动减少，可能白天东瞌睡西打盹，加上晚上睡不实，白天更困，陷入恶性循环。如果下午甚至傍晚打了长盹，晚上的睡眠压力就不足，更容易半夜醒，所以生活方式上也可能有影响。白天运动少，日晒少，午睡过长，都会削弱夜里的睡意。一些不经意的习惯，比如晚饭吃得过晚过撑，临睡前喝了茶或咖啡，晚上喝酒助眠，酒精代谢后反而让后半夜易醒，也都可能成为凌晨3点惊醒的推手。总结一下这部分，现代医学认为，老年人凌晨易醒，一方面有正常老化导致的生理原因，如生物钟提前、褪黑素减少、深睡变少；另一方面，可能是各种身体因素在干扰，比如激素波动、皮质醇、血糖、心血管变化、疾病因素、睡眠呼吸暂停、前列腺问题等，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等。当我们的长辈反复在同一时刻醒来时，不要简单责怪他们神经衰弱或者睡得少，很可能是身体在透露一些讯号。现代医学在分析数据和激素，中医则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时间养生学。在中国传统医学里，一天24小时被划分为12个时辰，每个时辰对应人体的一条经络和相关脏腑功能。凌晨3点究竟在中医时辰里是什么时刻呢？按照12时辰划分，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子时，1点到3点是丑时，3点到5点是寅时。子丑寅这3个时辰正对应着肝胆肺3条经络，子时胆经当令，丑时肝经当令，寅时肺经当令。中医认为，这段时间是人体阳气最弱而阴气盛的时段，人应该在子时前就寝，熟睡至丑寅时，这样才能养精蓄锐，滋养五脏。其中丑时1到3点尤为关键，肝主藏血，丑时肝经值班，人体通过深度睡眠来保护肝血，修复肝脏功能。如果这个时候不睡觉或睡眠很浅，经常醒，那肝血得不到休养，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失调。很多老中医会说，凌晨1点到3早醒的人多半肝有问题。这里的问题未必是西医检查出的肝脏器质性疾病，而可能是肝血不足或肝气郁滞。比如中医讲肝藏魂，肝血虚则魂不守舍，人就睡不踏实，容易惊醒。
如果一个人长期情绪抑郁，生闷气，肝气郁结，也可能在丑时肝经当令时辗转难眠，这些都是中医对凌晨易醒的解释。那么寅时3到5点呢？寅时是肺经当令，中医说肺主一身之气，凌晨3、4点正是肺经最旺的时候。肝在丑时把新鲜血液加满，寅时肺负责把富养的血液输送全身。因此，如果此时睡得好，人清晨起来会脸色红润，精神饱满。反之，寅时频繁早醒，可能提示肺气不足或肺有火。中医认为，肺是焦脏，喜润恶燥，也最怕悲伤情绪。长期忧愁悲观的人，肺气容易亏虚，夜里睡不好，也常表现在这个时段醒来。此外，倘若肺经有热、有火邪，人体也可能因不舒而早醒，甚至醒后咳嗽、咽干。这些在西医看来或许对应某些慢性呼吸系统问题，例如老慢支、哮喘等，但中医讲的是功能性的紊乱。哪怕医院检查肺部没大问题，中医也会说肺气虚，要调养。有意思的是，中医还通过凌晨醒来的细节来辨别是哪脏所扰。民间有说法，凌晨醒2次上厕所是肾虚，醒来满头汗是心虚。这源自中医理论，肾主水液，2、3点就憋尿醒，说明肾气不固，心主汗液，睡着睡着盗汗醒来则心阴不足。这些说法听着玄乎，其实反映了老年人常见的情况。年纪大肾气弱，所以夜尿多，心血亏，所以睡梦中出汗。中医还有心脾两虚、脾胃不和等症型，也会导致失眠早醒。例如心脾两虚的人，白天倦怠乏力，健忘心悸，夜晚多梦易醒，一醒就再难入睡。脾胃失调的人，消化不良，胃里不舒服，也可能半夜胃胀痛把人闹醒。五脏六腑皆有可能导致不寐。中医讲究整体观念，如果一个脏腑失调，往往牵移发动全身，所以治疗上注重调和阴阳、疏肝理气、补血安神等整体调理。中医还有一句古话，子时大睡，方能养生。老年人如果总在凌晨3点左右醒，对应中医看来就是阳气过早生发，阴血无法固摄阳气。要改善的话，中医师通常会建议养成规律作息，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，这样确保子时到寅时都处于睡眠状态。睡前泡脚温阳，喝点温牛奶助眠，必要时服用宁心安神、滋阴养血的中药调理，比如酸枣仁汤、柏子养心丸之类，但一定要在中医师辩证指导下服用。通过调补气血、疏肝清心火，很多老人家的睡眠是可以改善的。在中医眼中，凌晨3点醒既是身体亚健康的表现，也是一个提示我们该好好养护身体、平衡阴阳的信号。聊完身体，再来看看心理和情绪对睡眠的影响。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，生活节奏改变，子女不在身边，生活中反而容易生出各种焦虑和孤独感。这些心理变化有时候在白天不明显，却会在夜深人静时放大。压力和焦虑是半夜惊醒的一大原因。现代人或老或少都有点焦虑，白天事情多，没空多想，到了凌晨3点，万籁俱寂，思绪反而活跃起来。老人担心的事可能包括经济问题、自身健康、小辈的工作、婚姻，甚至对人生的思索等等。如果心事重重，哪怕睡着了，大脑也始终着一根弦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发交感神经兴奋，使人从睡梦中惊醒。有的人甚至没有外界干扰，只是潜意识里突然蹦出某个念头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比如想着明天的体检结果不会有问题吧，一想不要紧，大脑越转越清醒，眼看着时针指向3点半，心里更加着急，完了，又失眠了，焦虑叠加，恶性循环。更严重的，抑郁症在老年人中并不罕见，而其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清晨早醒。很多抑郁症长者每天凌晨4、5点就醒，而且醒来后心情低落，愁眉不展，再难入睡。这种沉忧在医学上很有名。如果你发现家中老人近期经常凌晨3、4点就醒，而且白天情绪消沉，对原本的兴趣爱好提不起劲，千万别只当成普通失眠，可能是情绪在求救，提示存在抑郁情绪或其他心理疾病。心理因素往往和生理交织在一起，长期睡不好，
又会加重焦虑抑郁，抑郁焦虑又让睡眠变差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光靠助眠药和安神茶恐怕不够，需要关心老人的精神健康，必要时寻求心理咨询或医生帮助。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有时还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。半夜醒来时，周围黑暗孤寂，有些老人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，想到人生无常，想到万一我就这么醒着到天亮，以后再也睡不着怎么办？这种恐惧会进一步干扰睡眠质量。年轻观众可能很难体会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人难免胡思乱想，尤其在夜晚。当心理压力没有及时疏解，它就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凌晨悄悄拍醒你。梦境也和心理状态有关。老人如果白天思虑过多，夜晚容易多梦，梦境纷扰时睡眠浅，很容易梦醒之后恍惚在3点钟睁眼，梦到去世的亲友，梦到过往的创伤，也可能把人悲伤的惊醒。这时候身体并没有毛病，心灵却在隐隐作痛，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开导。总而言之，心理因素是凌晨早醒不可忽视的一环。古语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现代医学也承认，精神压力和情绪障碍常常体现在睡眠上。当我们年纪渐长，内心防线有时没那么强大了，往事、烦恼都会在夜深人静时钻出脑海。如果经常在固定时间惊醒，并伴有焦虑、抑郁感觉，不妨把这视作心灵在求救，试着和亲友聊聊心事，或者做些放松训练，比如睡前冥想、听轻音乐，让心情平和地入睡。对老人来说，家人的关怀和理解是最好的镇静剂。有时候，一句别怕，有我们在，胜过一片安眠药。当年长者频繁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，我们需要警惕，这可能是某些潜在疾病在提前报警。前面从各种角度分析了原因，现在把它们落到实处，看看有哪些具体健康问题可能隐藏其后。1. 睡眠障碍本身。如果一个人长期每晚固定在3点左右醒，而且入睡也困难，整夜辗转，那很可能已经符合失眠症的标准。慢性失眠既可能是独立的问题，也可能由其他疾病引起。不要小看失眠，对老年人而言，持续的睡眠剥夺会导致免疫力下降、记忆力变差，甚至诱发抑郁、高血压等。因此，如果早醒问题已经困扰您数月，白天也明显精神不好，就该求助医生进行睡眠评估，可能需要改善睡眠卫生习惯，或在医生指导下短期用药，打断失眠循环。2. 抑郁和焦虑。如上一节所说，清晨早醒往往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之一。老年抑郁常被忽视，误以为只是老人脾气怪或普通失眠，其实身体已经通过睡眠在提示心理异常了。一旦怀疑有抑郁迹象，尽早寻求精神科医生帮助。抑郁症是可以治疗和缓解的，不要让长辈默默熬过无眠又忧伤的漫漫长夜。3. 呼吸系统问题。如果凌晨一醒，伴随反复咳嗽、气喘，要考虑是不是呼吸系统出了状况，比如慢性支气管炎、慢阻肺患者，凌晨时气道分泌物、潴留、迷走神经兴奋，会引发咳嗽，把人咳醒。还有哮喘病人往往在凌晨发作，医学上有清晨哮喘一说，气道痉挛令患者在3、4点胸闷憋醒。如果老人凌晨醒后总要坐起来喘口气，甚至需要用气雾剂，那肯定肺部有问题，需要调整治疗方案。此外，前面提到的睡眠呼吸暂停，如果严重，也算一种呼吸系统疾患，它可能不只让人早醒，还会带来白天嗜睡、高血压等一系列连锁问题，需要通过减重、睡眠呼吸机等手段加以干预。4. 心血管疾病。半夜醒来如果伴有胸痛、心悸，绝对要高度重视，这可能提示冠心病心绞痛在夜间发作，甚至是心肌梗死的先兆。一些统计显示，心梗常在清晨4到6点发生，但发作前患者可能已有几天凌晨心前区不适的预兆。还有高血压患者如果血压控制不好，凌晨血压过度波动，可能感觉头痛、烦躁醒来，长期睡不好本身也会升高血压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更可怕的是，严重的睡眠不足会增加猝死风险。医学上发现，很多猝死案例发生在凌晨3、4点，这和夜间迷走神经占优、心律高发有一定关系。如果一个人平时身体就不好，又因为各种原因在凌晨频频醒，
睡眠支离破碎，那他的心脏、大脑都在超负荷运转，久而久之，猝死风险会提高。当然，这不是说醒几次就会猝死，而是提醒我们，睡眠质量差在损害身体，背后的病因必须认真对待。5、内分泌与代谢问题。老年人如果有糖尿病，正如之前分析的，夜间高血糖会导致多尿、口渴而醒，血糖控制过度又会低血糖惊醒，所以糖尿病是需要考虑的潜在因素。规律测量血糖，调整晚餐和药物，可以减少夜间血糖波动带来的睡眠干扰。另一个内分泌因素是甲状腺功能亢进，老年人甲亢有时症状不典型，但睡眠差、怕热出汗、心率快这些是线索。如果老人半夜总汗流浃背地醒，白天还总觉着热，体重下降，脾气急躁，就要查查甲状腺了。还有女性长者可能面临更年期后激素变化带来的睡眠问题，比如潮热盗汗，半夜把自己热醒，这其实也是身体在提示激素水平的大波动，需要妇科内分泌方面的调理。6、泌尿系统问题。夜间频繁起夜是老年人常见困扰，前列腺增生的老先生往往每晚要起来好几趟解小便，睡眠被切割得七零八落。如果每晚固定3点左右尿急难耐，那8成是膀胱在抗议，有时泌尿系感染也会导致尿意频繁，让人睡不安稳。所以男性老人反复夜醒，先排查一下前列腺和尿路情况。女性老人如有尿失禁或膀胱过度活动症，也会夜夜定时醒来如厕。7、神经系统问题。如果早醒还伴随一些神经系统症状，比如肢体麻木疼痛，可能是周围神经病变，腿部不适，想动弹，不拧腿综合征，这些也会干扰睡眠，提示神经系统的毛病。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等痴呆的老人，睡眠觉醒周期往往紊乱，半夜醒来漫无目的走动也是可能的征兆。当然，那已经是比较明显的情况了。在睡眠问题上，需要注意的一个苗头是，帕金森病等退行性病变在早期也可能表现为睡眠异常，比如快速眼动期行为障碍、睡梦中拳打脚踢或失眠。如果老年人除了失眠早醒，还出现肌肉僵硬、动作迟缓的迹象，就要当心是不是帕金森早期，应尽早就医。列了这么多潜在问题，不是要吓唬大家觉得凌晨醒来就是身患重病。请注意，大多数情况下，老年人半夜一醒都是良性原因，比如正常的年龄变化、轻微的心理压力等。但是，如果这种现象频繁且持续，而且伴随明显的不适症状，就应该当回事了。也许身体正透过睡眠问题，提前给你发出求救信号，提醒你关注相应的健康领域。对于这些警讯，我们能做的首先是体检和求医，找出有没有明确的疾病需要治疗，其次是针对成因调整生活，比如糖尿病人注意晚间饮食，心脏病人睡前不要剧烈活动，按时服药，前列腺问题及时处理等等。聊了这么多科学和医学道理，咱们换个轻松的角度。有些朋友可能会笑着问，难不成真有什么灵异原因？不是有人说凌晨3点是鬼钟时间吗？的确，在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中，凌晨3点常被渲染为一个诡异神秘的时刻。西方传说里，3点被称为魔鬼小时 Devil's Hour， 据说是灵异活动最频繁的时候。中国的老一辈有的也戏言3更半夜鬼敲门，觉得半夜醒来会不会是有什么阴魂不散，甚至在网上流传不要在凌晨3点照镜子，不要凌晨3点玩笔仙这类灵异禁忌，搞得胆小的人心里发毛。不过各位看官，这些传说听听就好，当个趣味谈资可以，别当真。鬼神传说也许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在作祟。半夜人处于睡眠惺忪和清醒之间，本来就容易产生错觉。老人如果本身睡眠不好，可能会出现所谓睡眠瘫痪，俗称鬼压床，或半梦半醒间看到影子听到声音，那更让人误以为撞邪。其实大多数灵异体验都能从科学上解释，比如睡眠瘫痪就是肌肉暂时失去控制又意识清醒导致的幻觉。所以如果您家里长辈说，哎呀，我夜里总3点惊醒，该不会屋里有什么吧？您大可安抚他说，别瞎想，哪有什么鬼，是您的身体在跟您说话呢。开个玩笑，
也许半夜敲门的不是小鬼，而是您的膀胱在敲门，催您上厕所呢。当然，传说也折射了我们的某些心理，人对未知总存敬畏，半夜醒来本就让人心里发怵，于是附会一些灵异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鬼，而是不重视健康的疏忽。与其担心鬼敲门，不如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肝肺肾有没有在暗中叫苦，把身体调理好，比什么驱鬼符咒都管用。了解了这么多原因和信号，最后我们还是要说说对策。毕竟光知道原因还不够，我们希望长辈们能够睡得更香甜，不被凌晨3点的闹钟折磨。首先，调整心态很重要，不要因为偶尔几次凌晨醒来就过度紧张焦虑，越怕失眠越睡不着。老年朋友要学会顺其自然，半夜醒了别急着看钟表，算还剩几小时天亮，这只会增加压力。不妨先在床上放松躺一会儿，做几个深呼吸。如果20分钟还睡不着，干脆起身倒杯温开水喝，或者干脆不勉强，听听轻音乐，看看报纸杂志，别玩手机。电子屏幕蓝光会让你更清醒，等有了困意再上床，告诉自己醒就醒了，没关系，放松。心态一放松，反而更容易再次入眠。第二，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。老年人最好固定作息时间，比如每天晚上10点上床，早上6点起床，建立起稳定的生物钟。白天尽量多活动，晒晒太阳，促进夜晚褪黑素分泌。下午以后避免喝浓茶咖啡，睡前2小时不要吃太饱。傍晚适度运动，有助于提高夜间睡眠质量。但临睡前就别做剧烈运动了，会太兴奋睡不着。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，房间安静，温度适宜，窗帘遮光要好，尤其在凌晨容易醒的人，可以考虑用遮光窗帘挡住清晨的光线，避免黎明的光把你提前叫醒。卧室也别放挂钟，滴答响个不停，免得夜深人静时被声音放大吵到。第三，针对具体原因采取措施。如果怀疑有身体疾病因素，比如夜尿多，就尽早治疗前列腺或控制糖尿病。晚上少喝水，血压凌晨高，就和医生商量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，在睡前服用部分剂量。有睡眠呼吸暂停的，尽快减重或使用呼吸机帮助。对于心理因素重的老人，家人应给予足够的关怀，多交流陪伴。白天安排一些丰富的活动，让老人心情愉悦，心中充实，晚上自然睡得安稳。睡前避免情绪大起大落，不要看刺激惊悚的影视，别看午夜灵异故事吓自己啦，可以泡泡脚，听舒缓音乐助眠。第四，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。睡眠问题困扰严重时，不妨到医院的睡眠门诊检查一下，有条件的可以做一个多导睡眠监测，睡眠实验室一晚，看看有没有呼吸暂停、腿动不宁等潜在问题。医生也许会开一些助眠药或调整现有药物。某些药会影响睡眠，调整用药时间或种类后，夜眠会改善。短期低剂量使用睡眠药在医生指导下是安全的，千万别因为害怕成瘾而拒绝一切药物。有时候药物只是权宜之计，更重要的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等方式改善睡眠习惯。如果抑郁、焦虑明显，抗抑郁药物或心理咨询干预对改善睡眠大有帮助。一句话，把失眠当成一件需要医治的事情，而不是硬抗。说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，我们希望传达的信息是，年长者凌晨3点醒来并非简单小事，也有生理上的必然，也许是内在健康在报警。别再一味埋怨年纪大了觉少，而要用放大镜看看身体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。从生物钟到荷尔蒙，从脏腑经络到心理情绪，每一个因素都在织就睡眠这张网。任何一个线头出了问题，都会在凌晨3点这个时候暴露出来。下次当您或您家里的长辈又在凌晨3点钟清醒地望着天花板时，请记住本篇的分享，别慌张，也别忽视，先安抚自己放松，再在晨光中回想，是不是昨晚茶喝多了，血压药吃了吗？最近情绪吗？必要的话，去看看医生做个检查。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交流，哪怕是中失眠其实是身体在对你说话，倾听这些信号，及时采取行动，你就能化解凌晨3点的警讯，迎来更健康的清晨。好了，关于为什么年长者会在凌晨3点醒来的秘密，我们今天就探讨到这里。
希望这段有趣又深入的分析能帮你解开困扰已久的疑团。别忘了把关心留给身边每一位深夜易醒的老人家。愿我们都拥有安稳的睡眠，告别午夜惊醒，让身体不再求救，而是在每一个夜晚都得到妥帖的休息。晚安。